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觉，明明才60出头，但身体却像一台用了30年的老发动机，到处都在响，上个楼梯喘半天，走快点小腿就发酸发胀。有时候早上起来感觉整个人还没睡醒，头昏沉沉的，记忆力也大不如前，刚想说的话转个身就忘了，你以为是老了，正常。我告诉你，10个人里面至少有8个都是这么想的。你去公园里问问那些60、70岁的老大哥老大姐，谁不说哎呀，人老了就是这样，没办法。他们把腿疼归结为老寒腿，把忘事归结为老糊涂，把头晕归结为高血压老毛病，把走不动路归结为腰不行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都是60岁，有些人每天爬山遛弯，红光满面，记性比年轻人还好，而另一些人却走2步就喘，3天2头往医院跑，药越吃越多，差别就在一个字，血管。很多人把衰老归咎于骨头，归咎于关节，归咎于皮肤，但他们都忽略了一个最核心的器官，血管。骨头再硬，供血不好，照样走不了路；皮肤再好，血流不畅，照样蜡黄暗沉；脑子再聪明，血管堵了，说啥就啥。全身所有器官的供血、供氧、营养输送，全靠这一套血管系统。你的心脏每天要跳动约10万次，把这些血液通过总长约96000公里的血管网络送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96000公里什么概念？绕地球2圈半。这条高速公路一旦堵了、脆了、破了，哪都跟着出问题。血管好，60岁健步如飞；记性好，皮肤有光泽，睡眠质量高，吃嘛嘛香。血管出了问题，所有的衰老症状就会集中爆发，腿脚不灵便，脑子转不动，脸色蜡黄，疲劳感挥之不去，甚至心梗、脑梗，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我就是要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不谈复杂的医学理论，不搞那些听不懂的术语，我就给你一样东西，你家厨房里、菜市场上就能买到的7种食物。这7种食物不是什么稀缺昂贵的进口玩意儿，也不是需要你每天花几个小时折腾的养生秘方，它就是普普通通你每天路过但没重视过的东西。但你如果坚持把它们吃进你的日常食谱里，你的血管会发生什么变化？我把话放在这里，只要你照做了，你的血管会比你想象中年轻10岁，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好，我们不绕圈子了，直接进干货。第一个要说的就是深色绿叶蔬菜，你可能会说又是青菜，太普通了吧？别急，你先听我说完。深色绿叶蔬菜，比如菠菜的血衣甘蓝、芥蓝、油麦菜、茼蒿、油菜、苋菜这些东西，他们在血管健康这件事上是真正的高手，低调的冠军。他们高到什么程度？你可能不知道，在国际营养学界，深色绿叶蔬菜是极少数被几乎所有权威研究一致推荐的超级食物，没有任何争议。不是那些今天说好明天又说有副作用的保健品，而是一致推荐。医学研究已经证实，每天摄入1杯半到2杯的深色绿叶蔬菜可以显著降低血管炎症水平，改善血管内皮功能。什么意思？我用人话给你解释一下。你的血管最内层直接和血液接触的那层细胞叫血管内皮，它就像你家里水管的内壁，如果这个内壁光滑平整，水流很通畅，一点问题没有。但如果长期受到炎症的刺激、高血糖的侵蚀、高血压的冲击，这层内皮就会变得粗糙脆弱，像水管内壁长了锈。然后血液里的脂质，就是脂肪，就特别容易挂在这个粗糙的地方，日积月累就形成了斑块，斑块越来越大，血管就越来越窄，血流量越来越少。最后有一天斑块破裂，血栓形成，血管彻底堵死，心梗或者脑梗就来了。而深绿叶菜里的硝酸盐进入人体后会转化为一氧化氮，一氧化氮是什么？它是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一种信号分子，作用是告诉血管的平滑肌放松扩张，让血流顺畅通过。血管扩张了，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血流通畅了，心脏的压力也小了。所以补充足量的一氧化氮前体，也就是硝酸盐，对于保持血管弹性至关重要。更可怕的是什么？随着年龄增长，你自己的血管内皮分泌一氧化氮的能力会逐年下降。20多岁的时候，你的血管想扩张就扩张，到60岁，你血管的扩张能力可能已经下降了50%以上，所以你需要从外界补充促进一氧化氮生成的原料，深色绿叶蔬菜就是最好的来源。而且它还有一个更大的杀手锏，丰富的叶酸。叶酸对于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至关重要，很多人没听说过同型半胱氨酸。让我给你打个比方，如果说胆固醇是血管里慢慢堆起来的垃圾，
那同型半胱氨酸就是在你血管表面上划出刀子的刀片。这是一种在血液中积累的氨基酸，它的水平高了，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们脱落、凋亡，损伤的地方就会发炎，然后胆固醇就更容易沉积在那。有多严重？大量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什么叫独立？就是说，即使你血压正常、血脂正常、不吸烟、不喝酒，只要同型半胱氨酸高了，你心脑血管病的风险也会大幅上升。所以控制它比很多人想象的重要得多。而深色绿叶蔬菜是补充叶酸最好的天然食物。一片菠菜叶里的叶酸比任何药物补充剂更容易被人体利用。所以我的建议非常具体，每天至少吃一份深色绿叶蔬菜。一份是多少？不用太精确。1小碗煮熟的菜就够了，凉拌、清炒、煮汤、烫一下都可以。你只要记住一个原则，颜色越深越好。你每天都吃的那盘大白菜，它的营养素密度远不如菠菜。换成菠菜试试，效果完全不一样。菠菜、羽衣甘蓝、苋菜、芥蓝、茼蒿换着吃，不重样，营养更全面。而且深色绿叶蔬菜还有一个被大大低估的优点，热量极低，饱腹感强。你饭前先吃1碗烫青菜，正餐自然就吃少了，对控制体重也有帮助。体重控制好了，血管负担也跟着轻了，一举两得。第二个是浆果，蓝莓、草莓、覆盆子、桑葚、黑莓。这些东西看着不起眼，就是那种水果摊上不起眼的小果子，但它们对血管的保护作用可能比你吃的某些保健品还要厉害。你听我讲讲背后的原理。血管的老化说白了就是氧化，就像你切开的苹果，放着放着它就变黄了，变褐了，然后烂掉了。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自由基那些不稳定的分子会像一群小强盗一样，不断攻击你的血管壁细胞，抢夺它们的电子，造成损伤。细胞被损伤了，就会引发炎症，炎症又会吸引更多的自由基来攻击，形成恶性循环。而浆果里充满了花青素，这是一种极强的抗氧化剂。它比维生素 C、维生素 E 的抗氧化能力高出多少倍？抑制自由基的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是维生素 C 的20倍。花青素就像你血管的清洁工，它主动去找那些自由基，把它们中和掉，不让它们去破坏你的血管壁。有多强呢？多项研究表明，定期摄入蓝莓可以显著改善血管功能。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是在英国伦敦进行的，研究人员招募了一组中年人，让他们每天吃1小碗蓝莓，坚持8周。8周后测量他们的血管功能指标，结果发现他们的血管扩张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血压也随之下降。因为花青素会帮助你的血管壁修复那些被自由基攻击而产生的小损伤，防止斑块在那上面形成。而且浆果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好处，低糖。不像那些甜腻腻的水果，比如葡萄、芒果、荔枝，含糖量非常高，吃多了血糖飙升。浆果的糖分低，升糖指数也低。蓝莓的升糖指数只有53，草莓的甚至只有40左右。什么意思？就是你吃了以后，血糖不会剧烈波动，血糖稳了，血管受到的糖化损伤也就减少了。高血糖对血管的破坏，很多时候比高血脂还直接，还更快。所以怎么吃？非常简单，每天半杯到1杯，大概就1小碗。你可以早上把它放到燕麦粥里，或者拌进无糖酸奶里，也可以直接当零食吃。新鲜的最好，冷冻的也行，营养价值不会损失太多，因为浆果在采摘后立即冷冻，花青素的损失甚至比室温存放的新鲜浆果还要少。所以你冬天买不到新鲜的冻蓝莓、冻草莓、冻桑葚，你总买得到吧？超市冷冻柜里各种冻浆果，一大袋也就10几块钱，够你吃1周，连糖都不用加，它本身就是甜的。这里我多说一句，很多人吃的那个蓝莓果酱，不是我今天说的蓝莓。果酱里加了大量的糖，你吃进去的是蓝莓几十分之一的花青素加上几十倍的糖，对血管不但没好处，还有坏处。你记住，吃浆果就要吃原味的，不加糖的。第三个是富含 Omega-3 的深海鱼，这可能是你听得最多的一个建议，但它值得我再强调一遍，因为它太重要了，在保护血管这件事上几乎没有对手。Omega-3 脂肪酸主要是 EPA 和 DHA， 主要存在于三文鱼、青鱼、沙丁鱼、金枪鱼这些冷水深海鱼里。它最核心的作用是什么？抗炎。我反复提到一个词，慢性炎症。你可能觉得炎听起来只有嗓子发炎、伤口发炎才叫炎症，不对。
慢性炎症是一种低水平、全身性的炎症状态，你平时根本感觉不到，但它就在你体内一点一点的破坏。为什么血管会老化？为什么动脉会硬化？根本原因就是慢性炎症。血管壁在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下，会不断的增生、修复、再增生、再修复，就像手上的老茧一样越来越厚。同时，炎症细胞会吞噬血液里的氧化低密度脂蛋白，那个坏胆固醇变成泡沫细胞，堆积在血管壁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而 Omega-3 脂肪酸能直接抑制这个炎症过程。它进入人体后会被整合到细胞膜上，然后产生一系列叫做消炎素的物质，降低体内炎症标志物，尤其是 C 反应蛋白的水平。有多具体的数据呢？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荟萃分析，涵盖了数十万人的随访数据，结果显示，规律食用鱼类的人每周至少2次，与几乎不吃鱼的人相比，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降低了约15到20%。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但你换算成全国的人口规模，意味着每年可以避免数十万例心梗和脑卒中。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心脏协会都建议每周至少吃2份富含 Omega-3 的鱼，一份大概多少？150克左右，差不多就是你手掌那么大一块，不算鱼头鱼尾，就中间那一段。有朋友说三文鱼太贵了，我不舍得买。没关系的，青鱼在香港叫花池鱼，在台湾叫青花鱼，超市里几块钱一条， Omega-3 含量在三文鱼之上，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沙丁鱼罐头就更便宜了，几块钱一罐，吃的时候用叉子碾碎拌沙拉，抹全麦面包都行。还有朋友担心重金属的问题，大型鱼类，比如金枪鱼，尤其是蓝鳍金枪鱼，确实存在汞蓄积的风险。但我推荐的三文鱼、青鱼、沙丁鱼都是小型鱼或人工养殖的可控品种，属于低汞选择。你每周吃2次，完全不用担心。而且 Omega-3 带来的心血管保护作用远大于理论上微量重金属的风险，这一点在全球营养学界是有共识的。好，说到这，我想插一句，你今天晚餐那块红烧肉换成一块清蒸三文鱼试试。红烧肉里大量的饱和脂肪是给血管添堵的，三文鱼是给血管打通的，一样的家常菜，结果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第4个是坚果和种子。别小看手里那把核桃、杏仁、亚麻籽、奇亚籽、南瓜籽，它们是血管的清道夫。坚果和种子极其富含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以及一个叫做植物固醇的宝贝。植物固醇是什么东西？它的分子结构和胆固醇非常像，像到肠道细胞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你吃进去的胆固醇本来有一部分会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但如果你同时吃了植物固醇，肠道说哦，这个也是胆固醇，就优先吸收了植物固醇，真正的胆固醇就被挤掉了，只能跟着粪便排出体外。这样一来，血液里坏胆固醇的水平自然就下降了。具体来说，核桃在所有坚果里面是个特别的存在，因为它富含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植物源性的 Omega-3 脂肪酸。虽然人体转化效率不如深海鱼里的 EPA 和 DHA， 但仍然有抗炎作用。亚麻籽和奇亚籽也是同样的道理，含量更高，磨碎了吃吸收率更好。有研究表明什么呢？每天吃30克坚果，大概就是1小把，合起来手心窝能攥住那么多，就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一项纳入超过10万人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研究显示，每周食用坚果7次以上的人，总死亡率比不吃坚果的人低了20%，心脏病更是低了29%。而且坚果还有一个被大大低估的好处，它富含一种叫做 L 精氨酸的氨基酸。L 精氨酸进入体内后，是合成一氧化氮的关键原料。前面我们说了，一氧化氮能让血管放松扩张，所以吃坚果不仅是通过植物固醇帮你的血管清垃圾，还是从源头上帮它恢复弹性。但这里也是最大的坑，坚果热量密度高，每100克核桃大概有650大卡，相当于3碗米饭的热量。如果你一边看剧一边嗑一大盘瓜子、核桃、花生，那营养没补上，热量先超标了，每天1小把，大概就是你的手掌心能攥住的那个量就够了。杏仁、核桃、腰果、夏威夷果换着吃。亚麻籽和奇亚籽每天1小勺，磨碎后撒在粥里、酸奶里，效果很好。有一种特别推荐的搭配，睡前用温水泡1汤匙奇亚籽或者亚麻籽，第2天早上它就会变成凝胶状，拌进燕麦粥里一起吃。这个凝胶状的膳食纤维能很温和地包裹肠道里的胆固醇和糖分，促进排出。很多中老年人早上喝完这个东西，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排便比以前顺畅太多了。
肠道干净了，毒素吸收自然就少了，全身炎症水平也会下降。第5个是燕麦和全谷物，这个你可能也听说过，但你没听全。燕麦对血管的好处远不止你以为的降血脂3个字这么简单。燕麦里含有一种特殊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天生就是胆固醇的克星，它有非常独特的物理性质，它能在你肠道里吸水，膨胀成一种凝胶状的物质，像一块海绵。这块海绵在你的肠道里慢慢穿行的时候，会裹挟着胆汁酸和胆固醇一起排出体外。这时候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肝脏一看，咦，胆汁酸怎么少了？胆固醇怎么少了？那得赶紧补充啊。于是肝脏就从血液中提取更多的胆固醇，把它转化成胆汁酸，再把新合成的胆汁酸释放到肠道里，周而复始，血液里的胆固醇浓度就这样一降再降，有多有效？具体数据让我告诉你。一项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对40岁到65岁基线胆固醇轻微升高的参与者进行了6周的饮食干预。结果发现，每天坚持吃1碗燕麦粥的人，他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个标准意义上的坏胆固醇，平均下降了5到10。而且入组的40多名参与者，每个人的胆固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没有一个没有反应的。这意味着燕麦降胆固醇的效果是真实且个体差异很小的。你想想看，这仅仅是一个早餐习惯的改变，你什么都不用做，不用吃任何药，不用戒任何食物，就只是把你每天早上那碗白米粥换成燕麦粥。连续6周，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就能降5到10，这对很多降脂药物来说都是非常可观的效果。而且不光是燕麦，所有全谷物、燕麦、糙米、全麦面包、藜麦、荞麦、大麦、高粱都有类似的作用。它们有个共同点，富含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在你的肠道里有2大作用。第一，它本身不被消化吸收，但它能吸水膨胀，增加饱腹感，让你自然少吃。第二，它能在肠道里形成凝胶状的网络，拖慢糖分的吸收，让血糖不会吃过饭后剧烈飙升。血糖稳了，血管受到的糖化损伤，就是高血糖把血管壁蛋白质糖化变硬的这个过程也就减少了。所以我的建议非常具体，把你餐盘里的精米白面替换一半为全谷物。你不需要全部替换，那太激进了，很多人接受不了。但哪怕只是把一半的白米饭换成糙米，把早餐的白米粥换成燕麦粥，把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你的血糖、血脂都会随之改变。给你一个具体的操作打法，买一个电饭锅，同时煮2种米饭，左边是白米，右边是糙米或燕麦米，混着吃。一开始先1/4的粗粮，3/4的白米，慢慢过渡到对半。最多1个月，你就能完全适应。第6个是牛油果，我知道你可能有顾虑，牛油果又贵又没什么味道。很多人买回去切开咬了一口，说什么玩意儿，跟嚼蜡烛一样，然后就扔进冰箱，再也没拿出来过。但我要说的是，它在保护血管这件事上，绝对值得你为它花那几块钱。牛油果含有大量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橄榄油里那个被全世界营养学家捧上天的好脂肪。这种脂肪酸有什么作用？它能同时干2件事，降低你的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同时提高你的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大多数食物只能做其中1件事，能2样都做到的非常少。所以牛油果在整个营养学界能得到如此一致的好评，是非常罕见的。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发表过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一组参与者每天吃1个新鲜牛油果，另一组吃等热量的其他脂肪来源。5周后，吃牛油果的那组，他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平均下降了约10毫克每分升，这还只是可溶性的那一部分。同时，他们的高密度脂蛋白、好的胆固醇还上升了。另一项在营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则发现，牛油果可以显著改善内皮功能，也就是血管内壁的弹性。血管壁弹性好了，每次心跳产生的冲击能被平滑的吸收，血压自然就更稳定了。你可能会问，牛油果的热量多高啊？是的，它的确热量不低。一个中等大小的牛油果大概有250到300大卡，相当于1碗米饭的热量。但有一个关键的区别，这250大卡来自单不饱和脂肪酸和膳食纤维，它进入你的身体后，首先会产生很强的饱腹感信号，让你的大脑下达指令，够了，不想吃了。你吃半个牛油果，可能就不想去碰那些薯片、饼干、油炸、花生米之类的高热量零食了。而吃白米饭300大卡下去，血糖升得快，降得也快，2个小时后就饿了，又想吃零食了。所以从整体的能量平衡来看，吃牛油果反而可能帮你控制体重。怎么吃？
我推荐最懒人的吃法，半个牛油果，用刀沿着果核转一圈，拧开，去核，用勺子直接挖出来吃，或者切成小块放进沙拉里。如果你愿意稍微动手，还有一个神仙吃法，半个熟透的牛油果，用小碗碾成泥，滴几滴酱油，撒一点芝麻，拌均匀后抹在全麦面包上，那味道跟三文鱼刺身一样肥美鲜香。每天半个，坚持下去，你的血管一天比一天柔软。最后一个，第7个是大蒜，这个可能是所有食物里头最不起眼的，但它也是最被低估的。几千年前，古埃及金字塔建造的时候，就有人在大量食用大蒜，他们用大蒜来增强体力，治疗感染。黄帝内经里也有大蒜入药的记载，它被人类验证的时间比任何现代保健品都长。大蒜里有一种极其重要的活性成分，大蒜素。严格来说，完整的大蒜瓣里面并没有大蒜素，里面只有它的前体蒜氨酸。当你把大蒜切碎、碾碎或者咬碎的时候，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接触了，才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了大蒜素。所以大蒜素不是一开始就在那的，是你切蒜的时候激活出来的。大蒜素是一种含硫化合物，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抗炎和抗菌作用，但最让医学界感兴趣的是它对血管的直接影响。有多直接？让我告诉你一组非常确切的数字。一项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这是证据等级最高的研究方法之一，综合分析了20多个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发现每天食用1瓣到2瓣生大蒜或者服用等效的大蒜补充剂，可以让收缩压，就是你量血压时那个高的数字，平均下降8到10毫米汞柱。对于高血压前期的人群来说，这个降幅已经和一些轻型降压药物如塞嗪类利尿剂的初始效果相当。而且在另一项试验当中，长期补充大蒜粉的参与者，他们的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就是颈动脉血管壁上斑块堆积的厚度，比对照组薄了1/5以上。也就是说，大蒜不仅能降血压，还可能延缓甚至逆转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为什么？除了大蒜素以外，大蒜里还有丰富的大蒜烯，它能使血管中的平滑肌放松，帮助血管舒张。同时，它还能抑制血小板的聚集，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防止血栓形成。血栓是什么？就是堵在你血管里的那个路障。很多人的心梗、脑梗，不是因为血管已经堵到100%了，而是血管堵了70、80的时候，一块小小的血栓突然卡在那个狭窄的位置上，瞬间把血流切断，然后人就不行了。大蒜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和低剂量的阿司匹林非常相似，都是让血液不容易凝块。但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强调，大蒜素非常不稳定，遇热容易分解，遇光也容易分解。所以如果你想吃大蒜来保护血管，千万别用那种超市里磨好的瓶装蒜泥，那个大蒜素已经挥发的差不多了。你要买新鲜的大蒜，吃之前再剥皮切碎，切碎了以后别马上下锅，你让它静置在空气里10分钟，这10分钟就是大蒜素生成的黄金时间，大蒜素在这一步才会充分激活。每天1到2瓣，拌凉菜的时候放进去，炒菜的时候最后收火的时候放，别高温久炒，不然活性成分全没了。如果你实在接受不了那个味道，或者肠胃受不了刺激，可以服用经过肠溶处理的大蒜补充剂。但请记住，最好的来源永远是天然的食物。好，这7种食物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深色绿叶蔬菜、浆果、深海鱼、坚果种子、燕麦全谷物、牛油果、大蒜。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7种食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抗炎的。慢性低度炎症是血管老化背后那个真正的推手。你吃的每一口反式脂肪酸，那些西式糕点、奶茶里加的氢化植物油，都是在给你的血管点燃一把火。你吃的每一口精制糖、白砂糖、果葡糖浆，都是在给这把火浇油。你吃的每一口油炸食品、油条、炸鸡、薯片，那些高温产生的丙烯酰胺和晚期糖化中产物，都是在加速血管壁的老化。而你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每吃一口深色蔬菜，都是在帮你的血管消炎；每吃一把浆果，都是在帮你的血管修复损伤；每吃一块深海鱼，都是在帮你的血管降低炎症标志物；每吃一小把坚果，都是在帮你的血管清除坏胆固醇；每喝一碗燕麦粥，都是在帮你的血管稳定血糖，带走胆汁酸里的胆固醇；每吃半个牛油果，都是在帮你的血管恢复弹性；每吃一瓣大蒜，都是在帮你的血管降低血压，防治血栓。所以
吃对东西真的可以逆转血管的年龄，这不是鸡汤，这是全世界无数营养学、心脏病学研究反复验证过的结论。说到这，我想跟你说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吃进来的健康才是最有价值、最持久的健康。你花几千块买的保健品，不如每天坚持的一把浆果和一碗燕麦粥。这不是说保健品没有用，对于某些特定人群，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用补充剂是有益的，但没有任何一粒药片、一瓶口服液、一盒胶囊能替代你手中那一盘饮食的力量，因为这盘食物里有着成百上千种协同工作的植物化学物、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它们是几十亿年的植物进化史筛选出来的最优配方，而不是任何一个实验室能完全复制的。从今天开始，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把你餐盘里那些加速老化的食物一点一点地换成这7种食物。你不用一下子全做到，你不用明天就去买奇蓝莓、牛油果和三文鱼，那样做大概率坚持不了3天就放弃了。先从最简单的做起，明天早餐把你那碗白米粥换掉，换成燕麦粥。记住，是整粒的燕麦或者虚煮的生燕麦片，不是那种3分钟速溶加了很多糖的麦片。就这一个改变，坚持1周，你会很快发现自己的精力变好了，上午不再昏昏沉沉了，便秘的情况改善了，午饭也不会因为血糖波动而暴饮暴食了。1个月后，如果你去医院测一下血脂、血压，很可能会有让你惊喜的变化。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可能下降了5，收缩压可能降低了5到8毫米汞柱。这些都是真实的数据，是无数医学研究反复验证过的数字。很多人到了60、70岁以后，最怕的不是得病，而是生活质量断崖式下降，不能走路，脑子糊涂，吃饭没胃口，靠药罐子活着。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这很大程度上是吃出来的。你以前不知道，没关系，现在你知道了，你就能吃回去。所有的疾病都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所有的康复也是一样。不要再等到血管堵了7、8成以后才开始后悔。你的血管不会说话，但它一直在用全身的不舒服向你求救。早上起来头昏，走快了胸闷，小腿容易发酸，记性越来越差。道理你以前不懂，现在懂了。懂了就要行动。行动不需要轰轰烈烈，就从明天早上的那一碗燕麦粥开始。好了，今天的干货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哪怕只有一点点启发，那也请你长按点赞3秒钟。这个动作可以让平台知道这条内容是真正有用的，它不是跟风蹭热点的快餐视频。你的这个赞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让更多需要看到它的人也能收到这条内容。可能是你的邻居李大爷，可能是你远在老家的父母，可能是你身边那个已经开始吃降压药的老同学。也请你把它转发给你最关心的人，你的爱人，你的兄弟姐妹，那个每天念叨老了没办法的朋友。把健康的认知送给一个人，比送什么东西都珍贵。因为钱没了可以再赚，健康没了，一切归零。最后送你一句话，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你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在为10年后的你的身体投票，选对了，你就赢了。咱们下期视频见。